满载4000多人的豪华游轮触礁后，船长率先弃船而逃，耽误救援，也难怪海岸警卫队会破口大骂。事后船长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脚太滑，所以才没办法重新登船。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发现这次的事故并非天灾，由于狡猾船长的失误，最终导致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航运灾难之一，总共有33人死亡，64人受伤，以及后续的天价打捞费用。据说事发时，这位船长正忙着和情人谈情说爱。那事实到底如何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本次触礁事件的前因后果。2012年1月13日晚上，意大利哥斯达邮轮公司的大型豪华邮轮协和号从罗马附近的奇维塔维基亚港起航，踏上了为期7天的环绕地中海之旅。这艘超级豪华邮轮长约290米，排水量为11.5万吨，船上配备了1500间客房和4个泳池，被设计成类似于海上漂浮的度假村，十分的高档。当天晚上21点45分，协和号在意大利吉廖港海岸的一个小岛附近夜航时，意外触礁搁浅。随着船体的快速倾斜并大量的进水，船身出现了一条50米长的大裂缝。一切发生的非常突然。事发时，大量的乘客都还在餐厅享用晚餐，只听一声巨响，乘客开始骚动起来。为了避免恐慌，客舱服务员告诉所有乘客，这只是机械故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可实际上，在撞击后不久，协和号就失去了机舱电力，船体开始摇晃，乘客发现船好像在慢慢的向左倾斜，一时间都乱成了一锅粥。可越是慌乱，越是寸步难行。为了抢先登上救生艇，许多乘客都不顾一切的向前挤，试图抢占先机，因此有不少人都被挤下了舷梯，摔倒在地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迅速爬起来。由于害怕沉船，还有一部分人早早的跳船逃生了，不知道是福还是祸。22点12分，协和号第一次向海岸警卫队求助时，并未透露其真实情况。他们坚称只是协和号的发电机烧坏了，导致电力故障。与此同时，船长试图驾驶协和号前往附近的浅水区，以便放下救生艇疏散乘客，可惜未能成功。不得已之下，船长下令所有的人都穿好救生衣，以备不时之需。其实这个时候，乘客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如果真的没有问题，为何要穿上救生衣呢？可此时船员还在不断的告诉乘客，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希望各位不要恐慌，有序回到自己的船舱内。大约在22点26分，船长又联系了海岸警卫队，告知对方协和号的左舷开了一个口子在进水，请求拖船。话说这都火烧眉毛了，船长仍然没有告知真实情况。海岸警卫队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么紧急，据说船长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制造恐慌。直到22点42分，此时距离触礁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港口当局才正式接到灾难警报。8分钟后，船长终于下达了疏散命令。一开始船员不肯立即释放救生艇，据说这是考虑到船只仍在移动，这样做确实存在着风险。但船长的弃船令实在是太晚了，这一拖就是45分钟，船只已经在倾斜。不过好在有几名船员意识到了危险，不顾船长的命令，已经提前准备了救生艇，设法把船舱内的乘客转移了出来。接下来戏剧化的一幕开始了，乘客都还没有疏散完，船长在23点30分竟然已经离开了。海岸警卫队的队长格雷戈里奥得知后非常的气愤，多次用无线电呼叫，命令船长返回协和号处理疏散工作，配合救援行动。但船长支支吾吾，主动一个不拒绝也不行动。他找了无数个借口，比如天太黑了，他什么都看不到；再比如脚太滑，他在甲板上没有站稳，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救生艇。又因为协和号倾斜得很厉害，也没办法再上船了。难怪格雷戈里奥要爆粗口了。据说在通话当中，他破口大骂：“该死的，赶紧滚回船上去！”但不管怎么样，船长依然死守着救生艇，不肯多迈出去一步。事故发生时，邮轮上约有4234人，其中包括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游客和1000多名船员。直到凌晨1点30分，最后一批乘客才从协和号撤离。事发2天后，救援人员仍然冒险进入船舱搜救，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成功救出了一对蜜月的年轻夫妇。可悲的是，还有不少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据统计，在这场灾难当中，共有33人死亡，64人受伤。那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事发经过。21点45分，协和号发生撞击。22点12分，海岸警卫队接到了第一通无线电，船长声称只是停电故障。即便搜救队多次联系，船长仍然在试图淡化事故的严重性。大约在撞击1个小时后，协和号才发出灾难警报，船长下达疏散命令。23点30分，船长弃船而逃，并拒绝返回协和号。很显然，事故的关键在于这名船长，他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科·谢蒂诺，是协和号的掌舵人。根据调查发现，弗朗西斯科不仅要对船只搁浅负责，还要因遗弃乘客而受到惩罚。那么，这位不靠谱的船长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弗朗西斯科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沿海小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边度过的。长大后，他就读于一所航海学院，毕业后便在渡轮公司工作。2002年4月，41岁的弗朗西斯科受聘于哥斯达邮轮公司。
起初他只是负责安全部门，后来一路晋升为2把手。4年后，弗朗西斯科成功晋升为船长，负责新下水的协和号。据说在这次触礁之前，他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小问题了，就比如2008年11月，协和号被西西里岛巴勒莫市上空的强风推向了码头，船头受损。经过了一次大修，2年后，弗朗西斯科担任大西洋号的船长。在进入德国瓦内尔明德港时，因速度过快而撞坏了另外一艘船只。不过一直以来，弗朗西斯科都对自己的技术非常自信，有时候甚至都目视导航，这是所有船员都知道的。据说事发当晚，弗朗西斯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改变了航线，以至于船只离岩石太近。对此，弗朗西斯科本人的解释是，为了对吉廖岛进行航海致敬，所以协和号在靠近海岸的地方航行。之前他成功进行过这样致敬动作，所以信心满满。可这次并不在公司批准的航行路线范围之内，即便相安无事，也属于严重失职。其实之所以要致敬，是因为吉廖岛上住着一位前游轮船长。弗朗西斯科知道这一举动会得到对方的赏识，再者就是为该岛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推动当地的旅游业。可没想到这次靠得太近，导致协和号不幸触礁，而事实真是仅此而已吗？要知道船上还有一名关键人物，那就是弗朗西斯科的情人，对方名叫多姆尼卡，是一名年轻的舞蹈家。有了船长的邀请，多姆尼卡经常能够免费享受豪华游轮之旅，两人顺便在船上你侬我侬，因此有许多人猜测他是导致弗朗西斯科在职期间心不在焉的关键原因。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人说事发当晚弗朗西斯科正在与情人发生关系，于是关闭了导航警报器，让船员在雷达上查看位置。可没想到游轮偏离了正常的航线，等弗朗西斯科反应回来，已经无力回天，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协和号撞上了海岸线。正因如此，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弗朗西斯科始终不肯向海岸警卫队说实话，警报也没能及时拉响，很大程度上延迟了救援行动。然而不管这花边新闻是否属实，反正事实就是弗朗西斯科还没等乘客完全疏散完，自己就率先弃船而逃了。不过他自有一番说法，意思就是甲板上太滑了，自己不小心脚下一滑，就非常顺利地掉进了一艘救生艇，之后再怎么努力都没能再回到船上，而且又因为起大风把救生艇吹到了岸边。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当时有直升机的话，自己肯定能够回到协和号上。但根据岛上的警察透露，当时他们有给弗朗西斯科提供一艘小艇返回游轮，但是被他拒绝了。而且弗朗西斯科是第一批到达陆地的人，人家上岸时是全身都湿漉漉的，只有他身上早就已经干透了。其实从协和号开始进水的那一刻，船长就应该告知乘客事情的严重性，而不是为了避免恐慌把乘客蒙在鼓里，也不肯当即向上通报该情况。当然还有人把矛头指向了船员，认为他们缺乏培训，没能帮助乘客尽快撤离。实际上船员们表示非常的冤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跨国人员，不太会说意大利语，但基本的英语都是会的，而且也接受过安全方面的基本培训。再者就是事发当晚，他们与贪生怕死的船长截然不同，尽管语言不通，又缺乏疏散指导，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坚持到最后，保证乘客的安全。当然还是有人帮弗朗西斯科鸣不平的，就比如一部分船员，他们称在协和号撞击后，船长仍然在驾驶船前往港口，这一决定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但不管怎么说，船长没能留在最后一刻，这不仅是一种低素质的表现，更是得追溯其法律责任。1月15日，船长弗朗西斯科和大副以疏忽、谋杀和在乘客完全疏散前就弃船等罪名被逮捕。由于无线电通话的曝光，弗朗西斯科受到了公众的嘲笑，一些媒体小报更是把他称作为灾难船长，全意大利最讨厌的人。而此次的灾难成本包括受害者赔偿、打捞费用、维修报废等损失，总计高达2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昂贵的海难沉船事故。在审判当中，弗朗西斯科还试图甩锅给舵手，如果他反应迅速，事故就不会发生。但是这很快就遭到了反驳。根据一名意大利海军作证，即便舵手没有执行命令，触礁事故依然会发生。很快，弗朗西斯科被判有过失杀人罪、造成海难以及抛弃乘客罪。他的审判坚持了19个月，随后他2次上诉均未成功。最后他被判处了16年监禁，而且出狱后的5年内禁止在任何船舶上航行。不过许多人都认为33人因他而死，这样的惩罚结果实在是太轻了。据说2015年弗朗西斯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隐藏的真相》，说是献给遇难者的，但在书中他竟然把自己描述成英雄形象，各大媒体都看不下去了，一致批评弗朗西斯科不仅妄想从灾难当中获利，还想着美化自己，这厚脸皮的程度着实令人震惊。不过一直以来，弗朗西斯科都在控诉自己被媒体折磨得苦不堪言，可谁让他做出了如此贪生怕死的事情，还能够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会永远战斗，证明自己没有放弃哥斯达协和号。事实证明太打脸了，这恐怕也是航行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也只有在梦里弗朗西斯科能够当一回大英雄吧。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这位狡猾船长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